我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BS 少康戰情室。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沈富雄委員、吳崢發言人、周怡雄秘書長、岳元之委員、林濤市議員。川習會今天上午茶敘，然後呢，午餐花了3個多鐘頭啊，而且呢，在哪裡茶敘呢？在中南海。哇，這漂亮，你看沒有？還真的有個湖啊，好大哇，垂柳好美哈。川普看了一頓很羨慕，說白宮就那麼一點點大，對不對？我們常常。很多人常常把那個美國國會看成白宮，知道嗎？以為哇，那個國會很漂亮，不是的，白宮是一點點，國會很堂皇富麗。為什麼？老美認為國會才重要，人民選出來的這個民意代表哦，所以國會蓋得很大，那白宮就是小小的哈。那中南海多大？1500平啊，好大個地方啊啊！那川普還問說，這美國的那個是常常招待外賓嗎？還要問一下哦。習近平說很少。很少哦 ，You are very special， 你非常特別哦，川普的龍心大悅哈。那另外呢，川普到中南海說對花感興趣，因為花當然很漂亮嘛。習近平就說把種子送給你，問題是美國能不能種，氣候啊等等不知道了哈，反正就是禮貌嘛哈。那另外呢，這個大陸外交部發川習會的發言人的說明，說呢在中南海是小範圍會晤，因為晚餐啊什麼可能比較多人，但中南海可能人不是很多，小範圍哦。那另外呢，習近平昨天講了，說台獨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哦。如果處理不好，美中碰撞甚至會衝突。那另外呢，財政部長也說，大家都說怎麼都沒有談到台灣呢？財政部長說不可能不談台灣了，未來幾天一定會談了哦。我相信他們有談，甚至川普在飛機上回美國可能也會再談。現在不知道川普會怎麼樣，川普嘴你也管不住啊。哦，那他們在比較上次川普來跟這次時隔9年的比較了，到底在哪裡吃飯呢？哦，談了些什麼了等等哈。另外呢，媒體也把位置怎麼安排哦，習近平坐這裡，哦，川普坐這裡，然後誰在左邊，誰在右邊啊？有一個表了哈。那《紐約時報》說呢，中國已經把自己看成是跟美國對等的超級強權哦，G2哦。雖然以前中國呢要韜光養晦。人家說你很強，哎，我不強，哎，你已經是這個已開發國，我還是開發中國家，開發國家。但現在看起來呢，已經把自己當成跟美國一樣的超級強權了哈。那另外呢，小米的創辦人雷軍啊，想要跟馬斯克照相啊，馬斯克也跟他拍，而且呢還 wink 就眨個眼跟他拍啊。那網絡上有不同的講法，有人說你雷軍幹嘛像個小孩一樣，也有人說哎呀，人家就是馬斯克的粉絲嘛，這是。跟着川普去的這19個 CEO 不得了，資產驚人了。但是馬斯克一個人就占了裡面全部的70%有錢了。你看馬斯克多有錢了啊！這已經都是那麼大的 CEO 了，馬斯克還在全部人加起來所有資產的70%啊。黃仁勳占12%，也蠻多的，是第2高。老婆多，小孩多。對，好了，老沈羡慕就羨慕這些，好不好？川習會的菜單也公布了哈，菜單啊，我昨天也很注意，趕快看菜單。哦，冷盤哦，那冷盤內容怎麼不知道了哈？然後呢，金湯龍蝦、香酥牛肉、北京烤鴨、豆湯鮮酥、香芥汁三文魚，就 salmon 鮭魚。然後呢，點心冰花水煎包、海螺酥、提拉米蘇、水果冰淇淋、咖啡茶哦。然後呢，有2個大陸產的酒啊。然後呢，還演奏了12個歌曲，其中一個是川普很喜歡的 YMCA 哦。那另外呢，這個川普、習近平說中美關係只能搞好，不能搞壞，所以川普這個很重要，邀請習近平伉儷9月20號到美國訪問。為什麼劃定這個日期呢？我想事先大概有溝通，說你給我一個日期，我不能去怎麼樣？而且這在美國期中選舉之前，就是看習近平要不要給川普面子，要不要幫川普在這個期中選舉能夠這個帶來一點幫助。我們看一下，中南海是黨中央和國務院工作的地方，辦公的地方，也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這個新中國成立以後啊，就在這裡。毛澤東、周恩來，到後來的這些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在這裡。北京時間上午接近11點鐘，載着美國總統川普的車隊抵達中國最高權力機構中南海，川習2會要在這裡登場。The last time these two leaders are going to sit down, and this is when they're going to hammer out
all of those details. I mean, one of the things you have to keep in mind about yesterday's bilateral is that it had to end on good terms. 承袭第一天美中友好溫暖的氣氛，在中南海的川習2會氛圍預計和諧寧靜，或許規模較小，但雙方也更能嘗試觸及，甚至是敲定談判細節。This is where you're going to see a smaller group really trying to hash out details, hash out what exactly China will agree to purchase. You're also likely to hear those stickier issues come up, Taiwan, Iran, and there might be some pushing on either side. 根据已經公布的行程，川普與習近平會在中南海進行小範圍的會晤，包括拍攝友好合照，進行雙邊茶敘與工作午餐會。中午過後，川普團隊便預計啟程返美。It certainly is an honor from the Chinese point of view that President Trump gets to go there to the epicenter of communist leadership and hopefully hammer out some deals and a better rappor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在兩人碰面前夕，川普也抓準機會發文，說美中關係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牢固、更加美好。福斯新聞播出川普專訪片段，他說習近平承諾他願意在伊朗問題上幫忙。He said he's not going to give military equipment. That's a big statement. He said that today. That's a big statem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said, you know, they buy a lot of their oil there, and they'd like to keep doing that. He'd like to see Hormuz Strait opened. Usually this would be something that would be done after the trip. Again, specifically given the relationship that China has with Iran, even if this is something that President Xi said to President Trump, it is almost certainly not something he wanted publicized. 除了伊朗，川普在專訪中還以溫暖的人形容習近平，還說他不玩花招，也不想談風花雪月。How are your talks, sir? It's great. Did you talk about Taiwan Great with the place. president? Incredible. China's beautiful. 現場媒體關切台灣議題，但美國總統川普不知是否沒聽見，還是因為旁邊站的就是習近平。畢竟川習會還未結束，對岸官媒以大肆報道。習近平強調，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問題，處理好了，兩國關係就能保持總體穩定；處理不好，兩國就會碰撞甚至衝突。將整個中美關係推向十分危險的境地。台獨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中美雙方最大公約數。Now, analysts have warned that President Trump could be walking into a meeting where Xi holds all the cards, and they are concerned that, in part, the Chinese leader might use that leverage to push for more control over Taiwan. 目前並沒有令人意外的訊息。那我們也有與美方保持密切的聯繫。中國的軍事威脅才是對台海以及印太地區唯一的不安全的因素。外媒示警，台灣學者也直言，中方動作很明顯。吳征樺先問民進黨發言人哈，那他們特別強調台獨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民進黨還主張台獨嗎？到底是怎樣？會不會給台海帶來這個戰爭？應該說，這個要看怎麼定義台獨了，因為按照中國方面，其實就是認為說，基本上如果你認為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這個就有台獨。那事實上，民進黨我們也認為說，不過現狀就是如此了。現狀我們是中華民國政府啊，我們有選自己的總統，對不對？我們也不繳稅給習近平，那我們當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一次的川習會沒有什麼太大的意外啦。那事前其實大家也在看哦，包含我也在本節目說，其實這次大概比較會是一些經貿方面的這些詳談。那其實當然台灣我們總是很緊張嘛，覺得說大國要對談，會不會台灣在這裡面先被出賣？不過其實我看昨天晚上其實 Marco Rubio 美國國務卿也接受 CNBC 的專訪，那其實他講得非常清楚，就是說他知道中方就美國這次去了，他知道中方一定會談到台灣的問題啊，因為他們很在意。但是其實也是基本上就大家把各基本的立場各講一遍哦，中國就說啊，他們反對台獨啊，不要美國賣武器等等等等。那這個 Marco Rubio 說，那美國就他們立場也再講一遍，就是說啊，這個台海局勢希望不要任何一方哦用這個武力啊或者 by force， 就是不要片面的來去改變現況的和平穩定。哦，所以其實基本上呢，我們看到這就是美中現在一個基本的情勢啊。所以我覺得整體而言，這次川習會比較還是兩個大國都認知到，現在當然我們講直接點就是戰略競爭嘛，不過還是要做一個風險管控。所以在這過程中還是保持持續的有往來、有會面。那我覺得基本上在目前情勢下，台海局勢還是相對穩定的。因為我認為習近平會這樣紅線中的紅線，跟川普這樣在會談中強調說台獨會是
在給台海，意思說水火不容了啊。那我想他們的台獨不是那麼廣義的，其實我認為就是獨立了，就是獨立了。什麼現在維持現狀什麼，那我不認為那是習近平眼中的台獨了。雖然有些網絡啊嘛扯來扯去啊什麼之類。那民進黨從陳水扁就講過，台獨是不可能的，陳水扁講過啊。然後呢，民進黨現在常常講的就是說，台灣早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這樣講。但是這個都沒問題，但是。你們民進黨的黨綱裡面還是 platform 呢，還是有台灣獨立嘛？所以到底要怎樣？那為什麼把它刪掉呢？不，其實還是不能刪，因為為了支持者。不，這就是一個立新是怎麼講？我們黨成立以來，對歷史文件嘛。那從黨綱到1991年的這個，後來用新增決議文方式補進去。那但是主要其實我也說明過，我們1999年其實因為你看以前好没關係了，就是說那個你在發人講，那已經是個歷史文件了。新的民進黨的主張也沒有台獨這一項，對，這是最新版本的。而台灣前途決議文，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對，名字叫中華民國。老沈對這個他們其實都對川普國宴吃什麼很有興趣啊？你覺得吃的怎樣？有龍蝦，有烤鴨，有三文魚啊，有這個牛肉啊，生猛，對，对啊。我覺得一般人都吃得到的東西的，這沒什麼稀罕啦。好，但是我很失望。你剛才問吳崢的問題，還有你後來吳崢的回答，當然被他混過去了。你來追嘛？你讓你追啊？然後呢？然後你給自己又一個回答，我更失望。你講嘛？你們兩個人對台獨的定義，還有是在習近平心目中什麼叫台獨啊？你們兩個人都不用心，都沒有與時俱進。好吧？但是呢，這個不是我們今天你的開場白。我的開場白是這樣，比較有趣一點的，就是川普愛上了中南海的玫瑰。啊！習近平說：“我送你種子。”由這句話看出來，習近平是不種花的，這個是外行話。哦，因為玫瑰是用接枝的，對，你這一點哈，比那他為什麼說要送種子？種子也可以，所以他從來沒有種過嘛，就從來沒有種過。這個這是接枝的，完全是這樣，而且你好看的品種都是改良來的哦，所以一共这是我行的。不過哈是。好幾個禮拜前啊，我就因為我這個人有空的時候就憂國憂民，所以我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幻想說未來的這個川習會是怎麼一個場面，我就問 ChatGPT，那 ChatGPT 給我這樣一張圖啊，這樣一張圖，就是因為川普昨天就問了一個問題，就提醒3大問，第一大問就是不能有修昔底德陷阱。這個他已經落後了，已經沒有了。修昔底德呢，就是說一山不容兩虎，這個不會回來了。所以我根本他不應該問，也不用回答。我覺得後來就演化到一山可以有兩虎，也不一定像劉兆玄講的說兩虎一定是1公1母，不一定2公2母也可以。因為現在就是太平洋夠大，習近平常講夠大，我們2個人可以一起游泳啊。你比較不會游，你游淺水區、兒童區都可以哦。所以呢，我的話，我建議給 ChatGPT 就是說2隻老虎啊，都口中含着匕首，臉帶微笑啊，但是呢鬥而不破，這是我這個場景我想象的。但是我覺得我錯了，因為我雖然比你與時俱進，但是還是不夠，因為這36小時過去36小時演變所演的把戲啊，老虎沒有了，老虎變成什麼？老虎變成鴿子，2隻大鴿子。這2隻大鴿子呢，我覺得對習近平來講，他的人設並沒有很大的改變。我一直覺得習近平不想打仗的，所以他是鴿子沒有錯。但是你不覺得川普做了一個很大的轉變嗎？從一隻大野狼，從一隻大老鷹變成這麼溫柔的一個大鴿子，為什麼？因為他有求於人，他也要救自己，他不但救自己，也要救他的期中選，也要救他選區農民所需要賣的東西。所以呢，他這個人是真的作為一個商人出身的總統，他能屈能伸啊。所以他為了要到他所要的東西，他什麼都可以幹哦。但是呢，我覺得這引起的變化非常的大。現在不是只有他們2個大咖，不是只有這2隻老虎啊，他們底下的幕僚啊、手下，凡是鷹派的都沒有聲音了，現在都是鴿派抬頭，兩邊都是哦。所以這個我很高興。我本來做一張字卡沒有帶回來，我
沒有帶來，我是講說，全世界所有的鴿子們團結站出來，我們要下蛋，但是不要飛彈。你看都睡吧，但是不，你聽我講完，最精彩的在後面，因為變成這樣的話，大家都措手不及啊，不曉得怎麼辦。現在顯示說，這竟然給，這是真正的婚教，還是假的婚教？我個人的看法是真正的婚教。這不是說他們居心良善、天生善良，不是，是礙於時勢所迫，情非得已，非要這樣可以，有這個需要。他現在變成這個激烈婚教，但是大家就忙成一團。尤其對台灣來講，我覺得民進黨是很辛苦的，因為什麼？你知道？因為民進黨裡頭是只有獨派沒有統派，而獨派呢只有鷹派沒有鴿派。如果你是獨派的鴿派，你老早滾出去了。民進黨的獨派的鷹派又只有以美派跟信美派，所以你這一條線，如果你不在裡頭，你今天根本不會坐在我旁邊。但是呢，現在民進黨陷入空前的焦慮，因為民進黨現在你看，昨天那個習近平講了一句，我認為是很好的，他說維持台海和平是美中兩國的共同什麼的公約數。我們外交部受不了了，我們外交部說我們家的事不用第三者公當公三而且我們兩岸是這個互不隸屬的，這個東西就顯得我們的外交單位這種回應實在就幼稚了啦。你大可講台海它也有一半啊，台海它沿岸它也有一半，它怎麼不可以講呢？你應該講說習近平總書記跟川普的有這個公約數，我們樂見其成。我們身為台灣海峽的另外一半，我們願意共襄盛舉，維持和平。你不是真水，你不代表不急，你是不要冤家啥？所以呢，你再耐心1分鐘就好。所以現在民進黨的主流派或者是主政派，是從焦慮變成氣急，變成絕望，變成狂吠，亂不一樣啦。今天是你民進黨如果曉得怎麼治國，我也講給國民黨聽了，國民黨也差不了到哪裡。你應該是欣慰，各派上升了嘛，各派上升天下好事啊，要欣慰，你寬解，然後呢，你要自省，努力建國，這樣才對，對不對？好了，就是說所以我問他是有道理，我問吳崢嘛，為什麼原來都第一個問你，現在問他，就那你現在台獨還怎麼辦嘛？他沒辦法，他八股了嘛。我知道，但是還是要問啊。他是八股化，要不然不會繼續做發言人。但是還是要問嘛，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之下，那民進黨還台獨嗎？那不可能台獨了嘛。這是跟我以前講的，我一再強調，我希望大陸這個中央能夠宣誓，公開宣誓，台灣只要台獨我就打。不賭我就不打，記得嗎？我在節目講很多次，你們都說不可能。大陸網友罵我，成篇累牘的罵，把我罵得臭頭。因為大陸現在喜歡發動這個東西。簡單一句話，那賴清德現在的所作所為算不算台獨？不管他了，不管他。他現在沒有台獨，他現在不，我講的台獨，你要宣布台獨。你現在嘴巴講那叫什麼台獨呢？你是錯的，我跟你講，你是錯的。他想要台獨，他沒有嘛？那如果你把他都當了台獨，那现在就打了嘛？你希望這樣嗎？我們明天一起去北京問習近平。基本上我是覺得說，大陸對台灣就是你賭我就打，你不賭我就不打。這樣的話，民進黨更不敢講他台獨了。今天敢宣布他台獨嗎？美國敢支持台獨嗎？那這樣那這樣的話，台灣我們是中華民國，我們的人就是中華民國國民。那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他講他是中國人，我是中華民国國民啊，我也不是外國人啊。那你還打我嗎？所以在這種情況，至少台海維持一個和平嘛。我處心積慮就希望台海和平嘛。你就罵我罵什麼？罵死我也沒有用啊。台海和平最重要的，習近平這話就這個意思啊。台獨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他沒有說美國勢力介入跟台和平水火不容，他也沒有說如果你這個一直這個拖延統一就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他只講一點叫做台獨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就是他們真正重要的重視還是你是台獨嘛，那你不能擴大解釋嘛，說現在也是台獨，那這樣的話不是現在就打了嗎？那他現在會打嗎？就要再回來，不是。好，川普要習近平抗力9月24號到美國去訪問在期中選舉之前很重要
那我想他們應該談過了，否則的話不會把日期定出來。習近平可能會去。事實上，今年還好多次見面的機會哦。這個包括哦，他馬上要舉辦的這個各種會議啊 ，APEC 啦什麼這種會哦 ，G20 會議哦，都可能會見面哈。那另外呢，川普搭空軍號回美國了哦，訪中行程結束啊。那昨天哦，白宮有會，《人民日報》昨天第一時間就講，剛剛我講的台獨是這個會讓台海和平哦是不行的，不可能有台海和平啊。但是呢，白宮的摘要沒有提到台灣，沒有什麼水火不容，沒有提這個啊。那為什麼會這樣？哦，那卓榮泰說我們都有密切注意了。哦，江啟臣說要注意哦，美中是不是共管哦？會不會達到這個默契哦？不講哦，不表示沒有哦。哦，因為道理很簡單嘛，老共他的立場很清楚嘛。那美國因為還有國會議員啊、期中選舉啊、媒體啊什麼，所以他是不是講好，但不一定要寫下來啊？盧比歐談台灣，他說中國偏好台灣以公投方式併入。咦，意思就是說老共不會打。但是呢，將來台灣自己高興，說：“哎呀，大陸太好了，太強了，太有效率了，台灣太爛了，所以呢，我們公投願意去加入他了。”他這個是盧比歐講的吧？不是，盧比歐講的公投是全中國大家一起投啊，不是只有台灣投。那全國之後還公什麼投？是啊，是啊。當然，他的公什麼投？不是，所以你不要你不要傳達盧比歐的錯誤訊息。不，盧比歐也沒有說他是要整個中國投，他沒有這樣講。哦，他說老共偏好台灣以公投方式併入嘛，台灣以公投就台灣舉行公投嘛，並不是說大陸舉行公投，台灣要不要併入，沒有這樣，你也嘛亂講一通。所以呢，基本上不管怎樣，哦，他的意思說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說老共偏好這樣，不知道哦，反正他就這樣講了啊。那是說他喜歡這樣呢，還是認為說老共要好好做呢？然後讓台灣人民將來覺得我願意跟大陸合併呢，自動自發的，而不用非一兵一卒呢，不戰而屈的之兵呢？不知道他消息哪裡來的哈？老共北京也沒有這樣講過哦。那另外蔡英文也談，蔡英文說台灣現在沒有立即的危險，但是也不是永久安全哦。這不是廢話嗎？我就講這是廢話，這廢話。什麼叫永久啊？永久是什麼？哦。羅大佑那個歌不是講嗎？愛情這東西我明白，但永久是什麼？好，那麼川習會不會報台灣的警訊？彭博說，台海正成為美中最危險的變數啊！本來台灣習近平也這樣講嘛，反正你這個東西處得好，最大公約數就沒問題；處得不好，兩邊就會衝突啊。那為什麼摘要內容不一樣？美國學者說，華府不認為台灣議題可以談判啊，因為美國還有國會嘛。還有媒體嘛，國會對台灣不錯的，所以呢，他也不敢講哦。那但是學者說，美國恐怕已經讓步了哦，只是沒寫下來而已哦。習近平問川普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表示什麼？表示說我已經跟你一樣是平起平坐了，你是原來強國沒錯哦，但是呢，我現在起來了，你能忍受嗎？你要打我嗎？你要把我毀了嗎？你要像當時斯巴達看到雅典起來不爽就要打他嗎？那就是叫做修昔底德陷阱哦。那川普顯然，我看川普根本沒有興趣這些問題了。川普的興趣只在賣東西了，趕快賣啊！帶了一堆企業家去，我的期中選舉的選票在哪裡啊？伊朗趕快那個戰爭趕快停，你趕快去叫他停啊！川普我看習近平提的是高度比較高的這個全球性的問題，川普根本沒興趣談這些問題。來，元之，我先回應一下那個吳崢啊，因為我每次民進黨只要講到台獨啊，都很喜歡說，哎呀，中共大陸的定義就是只要中華民國這個主權獨立就是台獨，所以呢，假設國民黨反台獨，他就是說，那你就是反中華民國，你是中共同路人。那如果按照這樣標準的話，那美國現在是不支持台獨啊，所以民進黨要認為美國是反對中華民國獨立的，那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嗎？啊，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你們要去跟美國抗議啊？為什麼現在還是一直單壓美國呢？所以不用刻意要去扭曲台獨的定義。基本上我們講的台獨，當然就是宣布變成台灣共和國，絕對不是說反對中華民國。所以每次去扭曲這個定義，我覺得很無聊。那第二個哈，美國在事後的他的聲明沒有提到台灣，我覺得很正常嘛，因為本來美國和中國大陸就是川習在會面之前，兩邊都有自己比較重視的議題啊。美國比較重視，大家講說是5B 嘛，就是牛肉、大豆、波音，還有貿易委員會跟投資委員會，他重視的是商業經濟的交流。但中國大陸重視3T，科技、關稅跟台灣，所以大家本來就是會
把自己比較關心的議題在事後的稿子裡面去呈現，所以美國沒有講，沒有提到台灣，我覺得非常正常。那今天我看到很多民進黨的立委啊，講說，哎呀，美國沒有提啊，就代表是什麼打臉親共人士啊，就在那邊操作，我覺得是完全沒有國際觀。可是他沒有放在事後的那個宣誓裡面，不代表他們沒有談，也不代表他們沒有協議嘛。那因為現在的訊息比較少，事後大家要知道說到底談了什麼內容，要從後面川普回美國之後，他接受媒體訪問，或者是美國政府的一些動作，我們才得以得知嘛。就像後來川普有接受媒體訪問，他說那個美國中國大陸已經確定要去買他們的油啊，或者是中國大陸也決定說在伊朗的問題上面呢，他們也不支持荷姆斯海峡收費。我們慢慢就可以從專訪這邊談到，但不代表台灣沒有。但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還是要擔心啊。為什麼呢？因為現在感覺上好像中國大陸都蠻順着美國的意嘛，啊，就是說要買東西也買啦，然後甚至於剛刚趙大哥也提到啦，他那個川普也邀請習近平跟他的夫人到美國去，9月要求924去，那924要4個多月，代表他們蜜月期還有4個月啊。如果今天美國沒有順着那個中國的大陸的要求的話，比如說2個槓起來的話，那他怎麼會去嘞？對不對？所以這個也有可能會影響到台灣。那我覺得最可能影響就是軍購，因為本來我們之前軍購吵半天啊，就是到底要3800還是8000吵半天，其實重點在發價書，我們只拿到第一批發價書。那為什麼美國一直不給我們第二批發價書呢？其實他第二批發價書來就沒事啦。那本來要給的嘛，後來就是因為川習會的關係，所以他才不給。那代表這個東西是個籌碼。那現在談完了，那會不會那個軍購就沒了？這也是有可能啊。所以我覺得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民進黨那麼樂觀看待這個東西，連日本都緊張了啦，高市早苗都很緊張，在問說到底他們兩個談了什麼問題要去了解。所以政府還是要因應啊，不是說講一些零淡風輕的話。看起來他們兩個處的是還不錯的。哦，照理講，這個美國也給大陸很多的這個小鞋穿啊，但是美國有一句話大家注意，認識的魔鬼比不認識的魔鬼好。反正這是個魔鬼了，他喜歡taco，他喜歡講話不算數，我已經認識他了，就是這樣子了。哦，那好吧，繼續交往嘛。你換一個人，換一個國會，不知道是怎麼樣。所以看起來習近平為什麼要同意9月20號去，就是幫川普在助選啊。我們看盧比歐怎麼講，看老沈講對啊，我講的對，來。The Taiwan ques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n China-U.S. relations. Talk to me about that moment when that was discussed. Well, they certainly feel that way, and they always raise that issue, and we understand they raise that issue. From our perspective, any forced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situation that's there now would be bad for both countries. 14號在北京的這場川習會後，美國國務卿盧比歐隨即接受 NBC 專訪，罕見提及北京對台灣問題的真正盤算。One of the things the Chinese emphasize, which we agree, is strategic stability in our relationship. U.S. policy on the issue of Taiwan is unchanged as of today and as of the meeting that we had here today. It was raised. They always raise it on their side. We always make clear our position, and we move on to the other topics. We know where they stand, and I think they know where we stand. 重申美國對台政策不變，外交部長林佳龍對此表達感謝。外交部也聲明，共軍在第一島鏈在台海周邊所做的軍事騷擾威脅，北京當局才是當前區域間和平穩定的唯一風險。Do you think China wants to invade Taiwan? Well, I think China's preference is probably to have Taiwan willingly, voluntarily join them. In a perfect world, what they would want is some vote or a referendum in Taiwan that agrees to fold in. I think that's what they would prefer. 比如說對台政策不變，軍售也不是重點議題。我們都有密切關注。主會說要持續關注，因為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也證實有談到台灣，而且川普在未來幾天將會就台灣議題發表談話。學者邱又新白宮聲明沒提及台灣，不排除事前溝通時已經做出若干讓步。另外，中大東亞所教授王信賢則分析，習近平表述隱含軍事味道，顯示中共對台灣問題的定性升級。美方摘要對台只字未提，對我方來說是正面還是負面訊息，才會解讀，各取所需。休息下再回來。